仔细一看，这正是那2只仙灵界的戒灵，只不过此刻的他们不仅仙气不在，更是气势全无，就像是将要死去一般，虚弱的简直吓人。这是怎么回事？见到自己的2只戒灵变成这副模样，白若晨也是吓了一跳。毕竟这2只戒灵可是他精心培养，耗费了很大精力的。是这个魔女。2只仙灵界的戒灵一同将那颤抖的手指向了蛋蛋。什么？是他？听得此话，白若晨一脸吃惊地看向了蛋蛋，而此刻的蛋蛋却是一脸甜美笑意，漫不经心地摆弄着自己那美丽的玉手，根本不正眼看白若晨一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一个解释！见蛋蛋那般从容自若，就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白若晨更是气得柳眉倒竖，咬牙切齿。我打的怎么了？蛋蛋微微抬起头，很是随意地看了白若晨一眼，就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一般。什么？你打的？你为什么要打他们？白若晨愤怒地问道。想打就打，你能怎样？蛋蛋很不耐烦地说道。真是可恶，我的戒灵也是你能打的？听得此话，再看蛋蛋那不屑一顾的样子，白若晨气得贝齿紧咬下唇，一双美眸简直能喷出火来。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白若晨这般生气，眼见事情不妙，楚风本想出言相劝，他可不想这2个丫头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只听一声轰鸣响起，白若晨那5品武王的磅礴气息，已如同滔天巨浪一般，向蛋蛋压迫而去。他竟动手了，白若晨真的怒了。从他的攻势就能看出他有多么的愤怒。虽然他动用的只是威压，可是其中的力量却也相当骇人。就算他没有打算置蛋蛋于死地，但是显然也是准备给予蛋蛋一定的教训。然而对于白若晨那压迫而来的攻势，蛋蛋却根本没有正视，只是小嘴一撇，轻哼一声，黑色的羽毛裙摆舞动之际，一股暗黑色的气焰便自其体内汹涌而出。那暗黑色的气焰一出，顿时狼哭鬼嚎，山崩海啸，那气焰简直无懈可击，就如同可以吞噬一切，强大到无人匹敌一般。但最重要的是，那种摄人魂魄的恐怖感觉，那是魔，却又比魔更凶；那是却又比恶更强。若非要形容，那它便是魔与恶的巅峰。那是什么？黑色气焰一出，白若晨那凶猛的威压就如同一阵清风般变得无力，根本无法与其抗衡，轻而易举的便被淡淡的黑色气焰碾压粉碎。而在碾压了白若晨的威压之后，淡淡却也没有就此作罢。只见那黑色气焰滚滚翻腾之间，便化作一只滔天巨手，五指张开之间，一巴掌便向白若晨拍了下去。这一巴掌非同小可，巴掌还未落下，那强大的劲风已经让白若晨无法抵挡，直接被拍倒在地。不过淡淡显然也是有所留情，那巴掌虽然凶猛，但却并未真的落下，他只是让白若晨狼狈不堪，但却根本没有伤他分毫。你是什么？你不是魔灵界的戒灵，这种感觉难道你是？感受到那前所未有的力量，白若晨慌了。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看见这个要强的女子发慌，她的眼中竟有着一抹恐惧，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白若晨不是傻子，事到如今，他终于发现了不对，魔灵界的戒灵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虽然气息黑暗，力量凶狠，但是与淡淡相比，却又相差甚远。这种强大的黑暗气息，这么恐怖的强大力量，让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那便是传说中的修罗灵界戒灵。本女王可从没说过我来自魔灵界。另外，白若晨，你给我听好了，并非是我要伤你的戒灵，只是你的戒灵太不厚道。先前我们一同进入其中，各凭本事吞噬本源，他们自己抢不到，便来攻击于我，我只是正常的反击而已。若不是看在你与楚风关系不错的份上，我早就将他们碎尸万段，永不超生了，岂会让他们活着走出来？淡淡看着白若晨，一字一句的说道。说完这番话，他意念一动，那暗黑色的大手便像回刀涌，进入了自己的体内。做完这些后，淡淡收起那冷冰冰的小脸，先是对着楚风眨了一下那妩媚而迷人的大眼睛，随后又调皮的一笑，这才一蹦一跳的走进了戒灵大门。那个模样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但见识到先前的一幕之后，无论是白若晨还是那2只戒灵，都不觉得淡淡有多可爱，反而觉得她太过可怕。这一刻，白若晨也是明白了什么，他看向了自己那2只虚弱的戒灵，毕竟相处这么久，他对自己的戒灵也是有些了解的。淡淡所说的是，他的2只戒灵也许真的做得出来。见状，2只虚弱的戒灵也是低下了头，不再叫苦。而见到这一幕，白若晨更是气得双眼喷火，他已经知道了真相，显然淡淡说的是对的，你们真是活该。得知真相的白若晨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有责怪淡淡太过霸道，反而觉得是自己的戒灵不争气，恨铁不成钢。恼羞成怒的白若晨也不理会自己那虚弱的戒灵，倒是楚风拿出了2颗丹药，分别递给了那2只戒灵。多谢多谢。看到这丹药，2只戒灵连连道谢。他们能够感受到那丹药内蕴含的能量，这对于人类来说无用，但是对于他们戒灵来说可是疗伤圣药。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是宝贝。而这丹药本是楚风为淡淡准备的，当初淡淡为了帮自己，曾不止一次受伤，甚至还曾险些丧命，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楚风才特意准备了这些。可不曾想淡淡还没有用到，却先便宜了白若晨的这2只戒灵。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好说歹说，他与白若晨的关系在这里，莫说这是淡淡打的，就算不是淡淡打的，这2只戒灵受了这么重的伤，楚风也不可能坐视不管。2只戒灵服下楚风给予的丹药，感觉好受了很多，直接踏入戒灵大门，回到了白若晨的体内。而此刻的白若晨则是满脸的惭愧，走到楚风身前说道：抱歉楚风，是我错怪了你的那只戒灵，你帮我带句对不起给他吧。白若晨说这番话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
有些涨红，可以看出让他这样的人向人低头认错，真的是难为了他。但他这么做了，就说明他是真心诚意的，这是哪里话？蛋蛋没那么小气的。不过蛋蛋的性子比较直，说话做事都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你也不要介意。楚风笑了笑，白若晨能够放下仇怨，反而认错，这让楚风很是高兴。原来他叫蛋蛋吗？白若晨问道。我给起的。楚风得意的笑了。蛋蛋这个名字可不怎么好听，不过他叫的却很顺口，而蛋蛋也早就接受了这个不怎么样的名字。那么他是不是修罗灵界的界灵？白若晨再度问道。不过此刻他的双眼却紧紧地盯着楚风，竟然显得有些紧张。楚风点了点头，听得楚风这个回答，白若晨则是如释重负一般，释然地笑了，随后说道：败在修罗界灵的手中，我不丢人。这一刻楚风也是一愣，不过随后想想他又懂了，白若晨是女人，蛋蛋也是女人，并且他们的修为是一样的，他们二人的交手结果却是白若晨被玩虐，这让向来自负的白若晨怎想？他怎么能服气？他怎么能甘心？不管他有没有记仇，但他的心里定然非常不好受。不过当确定蛋蛋是修罗灵界的界灵之后，他也就好受多了。修罗灵界乃是传说中的灵界，修罗灵界之界灵的强大流传在每个界灵师的耳中，所以就算败给蛋蛋，白若晨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他觉得败给蛋蛋他不丢人，因为修罗界灵的确很强。蛋蛋怎么样？里面的本源多吗？搞定白若晨后，楚风对蛋蛋问道。虽然楚风很在乎白若晨这个朋友，但是他却更为关心蛋蛋。本源很多，都被本女王给吃了个干干净净。那两个仙灵界的界灵虽然修为比我高，但却连毛都没捞到，不然也不会恼羞成怒对本女王出手。不过可惜吞噬了那么多本源，本女王的修为早胜他们，敢与我动手，真是找抽。提起此事，蛋蛋一脸的得意，而楚风也是笑着摇了摇头。蛋蛋是什么角色，他可非常清楚。那两个界灵与蛋蛋斗，的确是自讨苦吃。不过当年的一战似乎很是惨烈，真正的高手应该都被杀得片甲不留，连遗骸都没剩下，就更别说本源了。不过就算剩下的只是小鱼小虾，可也有许多半地强者，如若不然也不可能让我的修为提升到五品武王。这回本女王又可以罩着你了。蛋蛋调皮地说道，而从他的语气中能够听出来，他真的很高兴。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修为停滞不前这么久，突然暴涨，并且追赶上了楚风，这换作是谁都会高兴一下。哪怕蛋蛋曾经是5地级的超级强者，但也不例外。被女王大人罩着的感觉，那可是相当的舒坦啊。事实上楚风也是非常的高兴，先不说蛋蛋的力量的确强于他，单说蛋蛋的修为有所长进，楚风也算了缺了一件心事。此次行动完美结束，虽然所有本源皆被蛋蛋炼化，但白若晨却也没有太多的不好情绪。首先能够来到此处全靠楚风，他能跟着进来就已经是捡了便宜，其次是他的界灵技不如人，就算什么都没得到，实际上也无话可说。就这样此事就此结束。楚风与白若晨本想各自返回住所，可因白若晨的住处刚好经过楚风的住处，所以二人同路而归。当回到楚风的住所之际，天色已经渐黑，可是当回到悬崖边时，却发现一个身影正在门口徘徊，时不时的四下观望。仔细一看，楚风与白若晨皆是有些意外，那来者竟然是野晴。楚风师弟，你总算回来了，我差点以为你不是住在这里。若晨师妹也在啊。见到楚风与白若晨，野晴赶忙殷勤的走了过来。怎么有事？楚风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态度不冷不热。至于白若晨，更是连话都没与野晴说。楚风师弟，我知道你有肯定有所偏见，不过这也不能怪你，毕竟当初是我不好。其实我今日来此没有别的意思，是专程来向你赔礼道歉的。野晴一脸谦卑的说道。野晴师兄，这就客气了，你有本事同门，又没什么恩怨，何来道歉之说？见野晴竟是为道歉而来，楚风也是淡淡一笑。楚风师弟真是豁达，我野晴心胸狭窄，自愧不如啊。这样，楚风师弟，为了向你道歉，我特意在这九灵洞天内抓了一些野味，并且亲自下厨准备了一桌酒宴。你看，如今天色已晚，刚好是吃晚宴的时候，楚风师弟与若晨师妹到我那里去尝一尝我的手艺吧，我们师兄弟3人也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野晴说道。楚风，此人给我的感觉非常阴险，我总觉得他不像是真心邀请你我过去，直接拒绝他算了，这种人还是少理为妙。见野晴竟要邀请他二人吃东西，警惕的白若晨暗中传音于楚风，到了他们这种境界，传音已无需动嘴，意念便可催动，所以哪怕面对面站着，但野晴也不知道白若晨在用传音与楚风沟通。我倒是可以，不过若晨师妹有事，恐怕他不能去。然而令白若晨想不到的是，楚风不但没有回答他，反而直接对野晴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若晨师妹有事，那便不勉强了。听得楚风这话，野晴有些失望，不过却也是一闪而过，随后继续说道：那么楚风师弟，你可否能赏个脸？我倒是有时间。楚风笑着说道：那就太好了，楚风师弟随我来吧，我的烹饪食物乃是一绝，定然不会让你失望的。见楚风同意，野晴顿时大喜，还请野晴师兄带路。楚风笑着说道：好嘞。野晴身形一纵，便率先离开。楚风，你真的要跟他去？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野晴是不安好心，你若真的要去，切记要小心食用他做的食物，小心他在饭菜里给你下毒。见楚风要去，白若晨赶忙提醒道，而楚风则是侧过头来，冲着白若晨微微一笑，说道：去叫魏长老和周全长老，然后用定位符找到我，记住，若是没事便不要现身。说完这句话，楚风便化作一阵劲风，跟着野晴离去。这一刻，白若晨则是有些发懵，不过很快他便恍然大悟，已经明白了楚风的意思。
随后娇躯一纵，便向另一个方向飞掠而去。野晴带路，却并未将楚风带向他的住所，而是来到了一座深山之中。深山之内有一座空地，空地上有着一座正在运转的小型阵法。这并非是什么大阵，而是保存食物的小镇。果不其然，当这阵法开启之后，其中的确有着几道散发着热气的菜肴，皆是由动物烹制而成的美味。用野晴的话来说，就是吃野外就要在山林里吃，这样才会原汁原味，味道够正。来楚风师弟，坐在这块石头上，这才有大自然的美感。坐在这上面吃我这道烤兔肉，绝对香到骨子里。野晴将所有菜肴都摆放在了空地一座巨石之上。好，楚风也不客气，身子一跃，便跳到了巨石之上，盘坐下，并且伸手便扯下了一个兔腿，张开大嘴，便准备大吃特吃。见到这一幕，野晴的脸上虽然没有太多情绪变化，可是他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那是阴谋得逞的弧度。可是不曾想，就在那香喷喷的兔腿将要塞入楚风口中之际，楚风却突然又把兔腿放了下来，笑眯眯地看向野晴，说道：“野晴师兄，这兔腿上不会有毒吧？”楚风师弟，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我怎么可能在这上面下毒？野晴眉头微皱，赶忙摇头揭示：“我又没说是你下的毒，你慌什么？”楚风讽刺的一笑，但却翻手一转，拿出一根银针，插入了那兔腿之中，而拔出之后，发现并没有异常反应，这才放心的一口咬了下去。野晴师兄，还真别说，你这兔子烤得不错，符合我的口味。楚风一边开心的食用美味，一边笑眯眯的说道。而经过这样一幕，野晴的脸色可就是非常难看了，说道：“楚风师弟，想不到你竟然如此不信任我。就算之前我对你说过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也不可能害你吧？你怎可对我如此防范？野晴师兄，做人要诚实，你这杀人的阵法都布置了，还敢说没有害我之心？”楚风抬起头，讽刺的笑道：“什么？你听得此话？”野晴顿时面容大变，不过紧随其后，脸上又闪过一抹凶狠之色。只见其猛然站起身来，单手捏诀，意念转动，这块巨石便传来轰轰之音，竟然开始剧烈的颤动。颤动之时，巨石光芒闪闪，极为耀眼。但最重要的是，一股狂暴的吸力也是自巨石之中散发而出，将楚风牢牢地吸在巨石之上，难动分毫。与此同时，巨石下方也是光芒闪烁，并且呈圆形急速扩散。光芒所过之处，地表之上便显现出各种符咒与纹路，符咒与纹路相互交错，就如同一张大网，大网越扩越大，到的最后竟形成一道防护罩，升空而起，反扣而来，将楚风与野晴都封锁在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当这阵法完毕之后，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也是自大阵的四面八方席卷而来。那压迫感虽然无形，但却极为恐怖。在他的压迫下，楚风不止脸庞与肉身变得扭曲，就连骨头也是滋滋作响，仿佛将要粉碎一般。可是再观野晴，却毫发无损，根本不受大阵的影响，就像是没事人一样。此刻的他已不再有先前的紧张，脸上尽是凶狠以及得意，指着楚风疯狂笑道：“楚风，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就算你天赋异禀又如何？就算你能看穿我在此布这阵法又如何？这阵法乃是我用家传秘宝所布，威力无穷。莫说是你，半地下几乎无人能从此阵逃脱。今日你是必死无疑。”听得此话，楚风那不断扭曲的脸庞更是面如死灰，一脸不解地说道：“野晴师兄，你我本无冤无仇，为何要这般对我？怎么了？先前的狂傲劲没了，之前的嚣张没了，看来你也不过如此。既然你想知道我为何杀你，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炼药部的最强弟子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根本不需要3个这么多。”野晴凶狠地说道：“这么说来，你不只要杀我，若尘师妹你也不准备放过？”楚风问道：“你们2个都是威胁，不过你的威胁最大，先杀了你，我有的是机会对付他。”野晴说道：“我们本是同门，你竟为了一己私心，便要杀了我等，难道你就不怕长老怪罪吗？”楚风问道：“那几个糟老头，他们就算追究，也要知道是我做的才行。我将你引到此处，就算杀了你也无人知道，而你实力本在我之上，就算怀疑也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就算怀疑到我头上也没有证据，他们能奈我何？你注定要死不瞑目。”话到此处，野晴脸上的得意越来越浓，笑得也越来越大声，他越发觉得自己聪明无双，如此布局简直堪称完美。野晴，我虽知道你为人阴险，但却想不到你如此狠毒，做出这种事情，你良心上过得去吗？楚风问道。你废话真多，想要问去阴曹地府问吧，只不过在那里可没人会再回答你的这些废话。说到这里，野晴已然没了耐心，单手捏诀，意念催动，这方大阵的力量便急剧增强。他是准备将楚风斩草除根。等等，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让我说完。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再度开口：“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给你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野晴冷声说道。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猛然抬头，收起脸上那艰难而痛苦的表情，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抹讽刺的微笑，淡淡的道：“你确定你这阵法能杀得了我？”听得楚风此话，野晴骇然失色，一抹不安涌上心头，他不敢再有所犹豫，全力以赴催动这座阵法。然而为时已晚，只见楚风意念一动，顿时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出现在身上，而除了修为提升之外，一层金色结界之力也是自其体内萦绕而出，化作一道护盾，将他包裹其中。与此同时，楚风双手开始不断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之下，他体内散发出的金色结界之力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凝聚成符咒纹路，竟很快形成了一座大阵。大阵一成，威势绝伦。只听得一声巨响，便涟漪肆虐，
狂风四起，而野晴用传家宝所布置的杀阵阵法不但被摧毁开来，就连他也是难以抵挡这股劲风，被吹倒在的。怎么可能？看着那被破解的阵法，再看着那安然失色的石，野晴目瞪口呆，吃惊不已。而就在这时，楚风一道身影飞落而下，站在了野晴的身旁，笑眯眯地对野晴说道：“忘记告诉你了，论到练兵与炼药，我只算是赶鸭子上架，但论到布置阵法，你在我面前可就真是班门弄斧。就你这个阵法，我还未进入，就已想到了破解之法，想用阵法杀我，你也配？”话到此处，楚风的双眼突然闪过了一抹凌厉的目光，那是天眼。天眼一闪而逝，只浮现了一瞬间，但是哪怕如此，天眼都有的魅力，却也尽显。见识到了天眼的力量，野晴顿时吓得大汗淋漓，面如死灰。他能感觉到天眼的强大，那仿佛是一种能够看破一切的力量。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布阵杀害楚风，这是多么的愚蠢。野晴，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楚风笑眯眯地看着倒卧在脚前的野晴。楚风，野晴们想解释，可不曾想楚风突然一脚踩下，狠狠地踩在了野晴的肚子上。这一脚不但将野晴的腰骨直接踩断，更是使得野晴大嘴一张，满口鲜血喷了出来。野晴，你在做什么？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怒喝响起，紧随其后两道身影从天而降。这两人乃是魏长老、周全长老。长老，快救我！楚风想要杀我。见到两位当家长老，野晴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也不顾断腰之痛，奋力地爬向了两位长老，并且紧紧地抱住了周全长老的大腿。野晴，你说楚风要杀你？魏长老低头问道。是的，是楚风要杀我。我好心请他吃饭，可他却觉得影响了他的前途，成为了他在炼药部的障碍，便要对我下杀手。若不是两位长老及时赶到，恐怕我今日就将惨死在此处。这楚风太阴险了，我们本是同门，他竟如此狠毒。两位长老，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野晴不但装得满脸委屈，更是反咬一口，把自己的所有恶行全部推脱到了楚风的身上。可谁曾想，就在这时，久久不语的周全长老一个大耳光便扇在了野晴的脸上。这个耳光非常的有力，不但将野晴的半个脸都打得凹了进去，掌印凸显，鲜血引力，更是差点将他的半个脑袋拍碎。突如其来的攻击使得野晴疼得来回翻滚，已经说不出来话的他只能痛苦的哀嚎惨叫。不过相比于他的痛楚，他更是满心的不解，不明白向来对他疼爱有加的周全长老怎么会突然对他出此狠手。黑晴，你不用再装了，先前的一幕两位长老都看到了，你的真实嘴脸已经显现，竟然还想诬陷楚风，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就在这时，白若尘自丛林之中缓缓地走了出来，而听得此话，野晴恍然大悟，顿时面如死灰，窝在地上不断颤抖，但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了。他知道他已是大难临头。你个畜生，枉我这么看好你，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卑鄙，我周某人真是瞎了眼，才会将你邀入炼药部。周全长老咬牙切齿，双眼通红，杀意弥漫之间，这方天地都是剧烈抖动，可见他真的是气坏了。若是把他带回刑罚部，说出他的罪行，反而是丢了我炼药部的人。但是他这种弟子留着也是祸根，迟早惹出大乱子，所以还是就地解决吧。周全，这是你邀的弟子，你自己处理吧。魏长老说道。放心，这种渣一样的弟子，我周某人绝不会心慈手软。周全长老大袖一挥，顿时天的一颤，狂风四起，在那会毁天灭地的气势散发之际，仿佛这方天地都要毁灭一般。暗地强者的力量果然恐怖，的确远非武王可比。而当一切恢复平静之际，野晴竟然已经化作了一片白骨，没有了一丝生机。楚风，这野晴对你不利，他的本源留给你了，就当做是他对你的补偿。周全长老说道。多谢长老。见状，楚风也不客气，大口一张，一股吸力涌出，用嘴巴将野晴遗骸内的本源吸了个干干净净。虽说野晴的本源对于如今的蛋蛋来说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楚风却也不想浪费这顿免费的晚餐。而见楚风吞光了野晴的本源，只见周全长老再度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横扫自己，便直接将野晴的遗骸彻底粉碎，连个渣都不剩。不过虽说周全长老的手段狠辣，并且满脸的怒容，但是楚风却注意到他的眼中还是有着一抹感伤的。不管怎么说，野晴是周全长老非常看好的弟子，并且交给了野晴很多，所以哪怕野晴死有余辜，但周全长老伤心也是正常。对于周全长老的感伤，楚风并没有感到反感，反而对周全长老的好感增添了几分，因为这恰恰说明周全长老是个是非分明却又有情有义的人。楚风，那块石头你收下吧，它是一件宝贝，能够增强阵法的力量，尤其是杀阵威力更强，这个你也留着吧，如野晴的本源一样，当做是对你的补偿。周全长老说话之间，将一个乾坤袋丢给了楚风，那是野晴的，多谢周长老。接过长老，楚风面露笑意，因为这野晴的乾坤袋内可是有着不少宝贝，不但有着几件不错的王兵，还有许多珍奇异宝，尤其是炼药的材料，可比楚风手里掌握的齐全得多。随后楚风又将那块大石头收了起来，因为这块石头也的确是个宝贝，甚至比野晴乾坤袋内的所有物品还要值钱，若是能够利用得好，将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力量。有人来了。突然魏长老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远处的天际，果不其然，很快的便有3道身影御空而来，那是九灵洞天的人。他们落下之后，先是恭敬地对魏长老与周全长老施以一礼，这才说道：两位前辈，司马大人已将阵法布置好，要我们请你们回到岩洞。竟然这么快！听得此话，魏长老先是一愣，随后便面露喜色。是啊，
这比2位长老预想的要快很多。而周全长老也是一脸的喜悦，似是忘记了野情之死的悲痛。九灵神图将要开启，这对于金袍界灵师来说实在太过诱人。就这样，在2位当家长老的带领下，楚风与白若晨再度回到了那座岩洞。而这一刻，楚风发现这座岩洞内也有不少炼药部的长老聚集在此处，并且在九灵洞天之人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炼药部长老回到了岩洞之内。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期待，但是此时此刻，吸引楚风等人的却是位于岩洞深处的一座阵法。这座阵法不是很大，并且从表面来看也看不出这阵法有多强大，可是只看一眼就能够看出这座阵法有多玄妙，是一座了不起的大阵。而此刻，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分别盘坐在阵法内的左右两侧，闭目养神。显然这座大阵已经彻底完成，真是不要脸。听到阵法布置完毕，九灵神图将要开启，就比谁跑得都快。你们这些青木山的人还真是有便宜不占非好汉，脸皮简直厚到家了。然而就在众人期待无比、满心欢喜之际，岩洞之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尖酸刻薄的声音，打乱了所有人的好心情。回头观望，只见一道倩影跟随数道九灵洞天的守护者走了进来，原来是司马颖。司马颖不但说出了这样一句大杀风景的话，并且是看着炼药部的众人说的，并且此刻他的目光已经停留在了楚风的身上，眼中充满不爽与不善。可以看出，楚风赢了他对楚风的怨念很深。而对于司马颖的这种话，炼药部的众人自然是气得牙根直痒痒，就连白若晨也是美眸闪烁，浮现出怒气。但唯独楚风没有生气，而是笑眯眯地对司马颖说道：“司马小姐，听你这话，就好像你多要脸一样。既然你这么要脸，那你倒是别来看这九灵神图啊！你放屁！这九灵神图是我爷爷的，我来看九灵神图是理所应当。可你们有什么资格？”见楚风不但反驳，反而羞辱自己，司马颖顿时大怒：“我想你搞错了，这并非是我们非要来这里，而是你爷爷邀请我们来的。另外，我告诉你，若不是我家红魔长老出手，就算你爷爷有九灵神图在手，但若无法开启，你也看不到九灵神图中的内容。做人要有良心，红魔长老带我们千里迢迢来此，为的就是帮你爷爷开启这九灵神图，可你却这般说我们，你扪心自问，你还有没有良心？你还算不算是一个人？”见司马颖如此刁蛮，楚风也是收起脸上的笑容，凌厉地斥责起来。而被楚风这样痛斥，司马颖虽然愤怒，但却也是颇为无言。毕竟楚风所说句句在理，但是以司马颖的性格，自然不会吃了这个哑巴亏。既然论理不成，干脆蛮不讲理，颠倒是非，指着楚风痛斥道：“你可真把自己当回事？你们算什么东西？就算没你们红魔长老，我爷爷照样能够开启九灵神图。你们都给我滚！我们九灵洞天不欢迎你们，快滚！滚出我九灵洞天！真是没有见过你这样无礼的丫头，我们没那么厚颜无耻，非要留在此处不可。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现在就走。”这一刻，一直旁观的周全长老已然彻底怒了，大袖一挥，便欲率领众人就此离去。颖儿，休得无礼，怎能与前辈这样说话？然而就在这时，闭目养神的司马火烈终于开口了，他不仅睁开了双眼，此刻更是满面怒容。显然先前司马颖所说的话，他都听到了。而在他睁开双眼的同时，红魔长老也是睁开了双眼，看向周全长老等人说道：“周全，你好歹是我青木山的当家长老，怎能与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两位大人物同时发话，无论是周全长老还是司马颖，都不再说话，而是乖乖的来到了阵法之前。不过这一刻，楚风却是眉头微皱。尽管红魔长老与司马火烈表现的并不明显，可是楚风却注意到他们两个的气息很是虚弱，精神状态也是不佳，而这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这座阵法。虽然二人布置阵法的速度比他们预想的都要快，可是显而易见，为了快速布置出这座阵法，他们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诸位，让你们久等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见识一下九灵神所留下的宝贝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吧。这九灵神图现在开启，而在场的每个人都将得以见证这神圣的一幕。司马火烈话到此处，便将九灵神图再度拿了出来，并且大袖一挥，将九灵神图丢到了半空之上。当九灵神图打开之际，司马火烈的一头红发便开始狂魔乱舞，而红魔长老也是意念一动，开始全力的催动那座大阵。大阵催动，不仅光芒流转，层层肉眼可见的黄级结界之力开始融入九灵神图之中。这黄级结界之力可非寻常的黄级结界之力，比之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自身的结界之力要强上数倍不止。所以当着结界之力融入九灵神图之后，九灵神图很快便产生了变化，不但迅速打碎了那虚假的风景画，更是很快相互融合，化作万千符咒，开始在九灵神图上不停的流转。开启了，九灵神图开启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激动不已，更是有人高声欢呼。九灵神图开启，展现在界灵师眼中的便是无穷的奥秘，但是能够从中领悟多少，却全靠个人的领悟力。这一刻，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将所有注意力凝聚在那不断变化的九灵神图之上，并且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用肉眼看，还使用出了各种观察手段，以辅助自己的双眼。不过要说双眼最厉害的，自然是楚风的天眼。天眼之下，水与争锋。在楚风的天眼之下，这九灵神图所蕴含的一切，几乎都展现了在了楚风的双眼之中。好神奇的九灵神图，看来当年的九灵神当真是非同小可，他的结界之术定然到达了一个可怕的地步，否则不可能领悟出这样了不起的结界奥秘。此刻哪怕是楚风也是变得激动起来，因为他真是在这九灵神图之中发现了太多奥秘。他发现了许多奇异的阵法，
有攻杀阵法，有守护阵法，有治愈阵法，有隐藏阵法，甚至还有开辟结界通道的各种方法。不过此时此刻，最为吸引楚风的，却并非这些阵法，而是一种特殊的修炼方法，那是对结界强度的修炼方法。而这个方法若是修炼成功，便可以沟通黄级结界之力，成为一代拥有黄级结界之力的伟大界灵师。不得不说，这将是从金袍界灵师跨入黄袍界灵师的最快捷径。楚风，快看右边，看那座阵法。然而，就在楚风全神贯注的看那结界修炼方法的时候，蛋蛋却是突然惊呼起来。听得蛋蛋的惊呼，楚风才转移视线，发现在那修炼结界的方法旁边，还有着一道结界阵法。那座阵法非常神奇，只看一眼就知道这座阵法有多么的了不起。蛋蛋，你认识这阵法？楚风吃惊地问道。若是没有猜错，这应该是一种禁忌阵法。蛋蛋说道。禁忌阵法，那到底是什么？有何作用？楚风追问道。界灵破风阵。蛋蛋说道。界灵破风阵。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内心一惊。禁忌阵法，楚风自然了解，那往往是一种不允许使用或是违背法则的手段，危险程度甚至远胜过禁忌武技。而楚风能够听出来，这个禁忌阵法应该是与界灵有所关系，所以问道：蛋蛋，这座禁忌阵法到底有何作用，竟让你如此重视？楚风，这座阵法能够让与你缔结契约的界灵变成恶灵。蛋蛋说道。变成恶灵？你的意思是？听得此话，楚风恍然一惊。也就是说，只要掌握这个阵法，你就能够随心所欲的让你的界灵离开你的界灵空间，离开你的精神世界，离开你的界灵空间，以一个独立生命体的身份生活在你们这个世界，并且不会伤害到你的本体，是在你安然无恙的情况下，将你体内的界灵分离出你的身体。蛋蛋说道。可是蛋蛋，你不是说过，当界灵摆脱界灵师的身体束缚，就破坏了界灵法则，尽管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可却将成为恶的代表，不但会受到降魔咒的束缚，还将永远无法回到自己所在的灵界，只能在这个世界苟存吗？难道你想要成为恶灵？楚风有些慌了，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慌张，因为对于恶灵，楚风还是有些了解的。当初第一次进入九州大陆青州境内的那座地藏，他就见到过恶灵，知道恶灵的强大，也知道恶灵的可怕和悲哀。恶灵乃是界灵所化，当界灵强大到一定的境界，强大到超越自己的主人，就可以弑主。弑主之后，主人必死，但是界灵却可以活下来，只不过没有了界灵师的束缚，界灵也将断掉与家乡的牵连，将永远无法返回灵界。但是之所以有许多界灵愿意成为恶灵，自然也是有所原因的。这个原因大多只有一点，那便是本源。没错，就是本源。界灵愿意与界灵师来到这个世界，为界灵师效力，大多数为的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本源。本源只有这个世界有，九灵界之中根本没有，但是本源却可以让界灵快速变得强大。只要得到的本源够多，界灵的成长速度将非常的可怕。而想要得到本源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只要无尽的杀戮就可以。可是界灵师很少会为了自己的界灵便大杀四方，往往是以机缘来为自己的界灵寻本源，能得便的，但绝不强求，不会为了自己的界灵而去滥杀无辜。可是假如界灵摆脱了界灵师，完全就可以自己去大杀四方，肆无忌惮的去斩杀高手，掠夺本源，这样就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但是楚风不想要蛋蛋变成恶灵，楚风不想蛋蛋为了力量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先不说成为恶灵会遭致所有人的痛恨，会引来无数强者追杀，最重要的是成为恶灵之后，蛋蛋将再也无法回到修罗灵界，只能人不人鬼不鬼的漂泊在这个世界，被世人唾弃。尽管现在蛋蛋被封印在自己的体内，本来也无法回到修罗灵界，可是只要结界打破，蛋蛋就可以恢复自己的实力，并且能够回到修罗灵界。所以楚风真的不想，他不想蛋蛋成为恶灵，这也是他为何这么慌张的主要原因。他并非是担心自己而害怕，乃是担心蛋蛋而害怕。不行，这绝对不行。蛋蛋，你听我说，尽管现在的你是受到了很大束缚，但是你要相信我，总有一日我会将你的封印打破，让你恢复成原来的你。蛋蛋，不要急功近利好吗？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想到此处，楚风彻底慌了，开始苦口婆心的去劝楚风。笨蛋，谁说我要成为恶灵的？本女王活得好好的，才不会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我在修罗灵界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怎么可能切断回家的路？听着楚风的劝阻，蛋蛋苦笑不已。不过他却又很开心，因为这恰恰能够看出楚风是多么的关心他，在乎他，不枉费这么多年来他帮助楚风，伴随楚风，默默陪伴，一同成长。真的？楚风半信半疑，当然是真的。蛋蛋无比确定的点了点头。你这丫头，吓死我了！这一刻，楚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不过紧随其后又追问道：你不成为恶灵，那你要我学这个阵法做什么？笨蛋，你可知道这阵法有多厉害？在自己不伤不残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的界灵成为恶灵，这可是一种非常利要得的手段，是多少界灵师梦寐以求却无法掌握的手段。我敢保证，这界灵破风阵绝对是这九灵神图内最厉害的东西，它能让你随心所欲的让你体内的界灵脱离你的身体，来为你效力。蛋蛋说道。可是界灵都是生命体，他们若是选择我，愿意追随我，那就是信任我，相信我，我怎能忍心无缘无故的去做伤害他们的事，让他们沦落为恶灵？楚风对着界灵破风阵还是非常反感。笨蛋，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乎的界灵自然不能让他们堕落为恶灵，可是那些对你有威胁的界灵呢？难道你要让他一辈子封印在你的体内？蛋蛋说道。蛋蛋，你的意思是？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眼前一亮，他终于知道蛋蛋指的是什么了。
那定然是他体内所封印的另一只戒灵，一只恐怖无比却又强大无比的戒灵。没错，就是他，他的力量远胜于你，你根本无法掌控他，至少在你成为武帝之前，你便无法掌控他。但是我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掌控他，让他不但无法威胁你的安全，还会为你所用。而这个方法需要2座阵法，2座非常玄妙而古老的禁忌阵法。当初我没有告诉过你这个方法，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这阵法怎样布置，我也不确定你所在的这方世界能否有人知道这样的禁忌阵法。因为2座禁忌阵法来头实在太大，可是现在我发现了其中一座，这就是戒灵破风阵。而戒灵破风阵都有了，我相信那另外一座阵法很可能也存在于5之圣土之中。只要掌握这2种禁忌阵法，你就可以掌握你体内那另外一只修罗戒灵。淡淡说道，竟然还有这样的禁忌阵法。听得淡淡之言，楚风也是变得激动起来，控制体内的另一只戒灵，这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但却又是一件让楚风只要想一想就会变得兴奋的事。一只5帝级的戒灵为其所控，那楚风将横扫多少大敌，恐怕在这5之圣土也将很快的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另外一个阵法是什么？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另一个阵法叫做恶灵束缚阵。淡淡说道，恶灵束缚阵，没错，就是恶灵束缚阵，让恶灵为你所用，不得忤逆于你，否则就将暴体而亡，魂飞魄散。淡淡说道，好可怕的阵法，难怪被列为禁忌。究竟是谁创造出了这样可怕的阵法？难道是九灵神？楚风惊叹这阵法的厉害，却也暗叹那创造者的凶残。九灵神怎么可能？虽然这九灵神在5之圣土曾是一个了不起的戒灵师，但是他绝对不具备创造出这2种禁忌阵法的能力。据我所知，这戒灵束缚阵、灵束缚阵可是被称为最邪恶的戒灵师所创造的阵法。相传那位戒灵师曾通过这2座禁忌阵法操控无数恶灵大军，大杀四方，无敌一时。淡淡说道，竟然这么厉害，那这位戒灵师叫做什么？楚风问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淡淡摇了摇头。那么淡淡，你能够确定这九灵神图上的就是那个戒灵破风阵吗？楚风问道。不能够100%的确定，但看这个样子，与我听闻的戒灵破风阵极为相像，我觉得他多半就是了。淡淡说道。那我还真是走了大运。楚风说道。楚风，纵观整张九灵神图，最好的应该就是这座禁忌阵法，还有那强化结界之力的修炼之法，但是2者相比却又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以你的领悟力，就算不修炼那强化结界之力的修炼之法，也早晚能够成为黄袍戒灵师，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假如你错过了这戒灵破风阵，很可能就再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你还是用心记住这座阵法吧。淡淡说道。事到如今，楚风也知道了这座阵法的重要性，不再废话，全神贯注地看向那座阵法，想要用心记下这座阵法的内容。可是足足1个时辰过去，楚风却只是记住了这座戒灵破风阵的皮毛，想要彻底掌握，可谓难上加难。不行，虽然在天眼之下我能看清这九灵神图上的东西，可是想要领悟掌握却也很难，至少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的。又过去了1个时辰，楚风仍然无法看破这戒灵破风阵。不只是这座阵法，楚风还尝试过去学那强化结界的修炼之法，可是却也非常难以领悟。总而言之，这九灵神图上的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好得到的。该死，太难了！我似是寻到了一个阵法，可是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本看不到怎么布置。我也看到了一座阵法，但除了能确定它是一座阵法之外，便什么都找不到了，无法深入。事实上，这一刻不只是楚风，炼药部的许多长老都开始长吁短叹，叫苦不迭，并且此刻的他们皆是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就连2位当家长老还有司马颖也是如此，可以看得出他们得到的收获远没有楚风多，但是付出的代价却远比楚风大。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九灵神图的厉害，但却不能确定九灵神图内是否真的蕴藏着对戒灵之术的奥秘，变得浮躁不安。毕竟他们看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得到，没得到实质性的东西，自然会怀疑这九灵神图的真伪。楚风，你可在这九灵神图内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我只能看到大概，却根本看不到内容？这九灵神图到底是真是假？突然一道声音传入楚风耳中，原来是白若晨。这一刻，楚风看向白若晨，发现这个丫头如司马颖他们一样，美丽的小脸之上有着一抹不自然的苍白，并且满头晶莹的汗珠正自脸颊滑落，精神状态很是不佳。若用一个词形容，那便是虚弱。是真的，只是其中的东西不是那么好获得的，也许这也就是九灵神给我们的考验吧。楚风回道。知道了。听得楚风的话后，白若晨便重拾自信，不再多说，而是全神贯注的再度看向了九灵神图。此刻他眼中涌动着奇异的色彩，特殊的气息，想必也是一种特殊的结界之术，一种不凡的观察手段。然而就在这时，岩洞之外突然传来一声滔天巨响，与此同时，整个岩洞都是剧烈的摇晃，仿佛将要塌陷一般。来者何人？这一刻，司马火烈已然面容大变，赶忙收起了九灵神图藏入怀中，随后便自阵法之中飞掠而出，掠向了岩洞之外。你们不要走出岩洞。而红魔长老也是自结界阵眼走下后，先是布置了一道结界，封锁了这座岩洞，这才身形一纵，追随着司马火烈掠出了岩洞之外。只不过在他离开之际，岩洞的入口也是被结界覆盖，楚风等人都被封在了其中。虽然知道此刻外面有所危险，但是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楚风等人，还是不约而同的来到了岩洞口，想要一观究竟。可是此时此刻，
岩洞被结界封闭，封得严严实实。莫说看见什么，根本连声音都听不到了，只能感受到岩洞不断摇晃，被强大的力量不断冲击，肯定发生了什么。楚风用天眼瞧瞧，淡淡说道。楚风点了点头，双眼微微一闪，并未展现出多么凌厉的目光，但那本封锁他视线的结界却依然渐渐消散，就如同消失了一般。这一刻，外面的景象已然清晰地浮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而见到外面的一幕后，哪怕是楚风也是眼前一亮，大吃一惊。此刻岩洞之外，风云变色，阴雷阵阵，看不见星辰日月，唯有肆虐的能量涟漪，以及突然闪烁的耀眼红光。而在那狂风肆虐之间，天地早已混沌一片，不成样子。无数山峰被摧毁，夷为平地；无数丛林被烧毁，化为火海。此时此刻，岩洞之外如同末日降临，景物不复存在，有的只有这90洞天的守护者，或死或残的倒卧在那能量交织的涟漪之中。尽管此时此刻因为结界阻隔的原因，楚风无法听到外面的声音，可是看着那惨烈的景象，楚风却仿佛可以听到天塌地陷，各种惨嚎的悲壮声音，内心为之震撼着。而岩洞之外，这幅惨烈一幕的制造者乃是3道身影，那3位举手投足之间都可导致虚空碎裂，大地塌陷，乃是真正的具备毁天灭地之能的存在。而这3人，其中2人楚风认识，乃是红魔长老和司马火烈。此刻的红魔长老，黄级结界之力漫天飞舞，同一时间凝聚出数道大阵，每道大阵都散发着无穷威压，仿佛可以碾压一切。不止如此，眼下他更是张开几十道结界大门，眨眼之间竟有数百只界灵，或是手持利刃，或是夹带兽威，自那结界大门之中踏出之后，发出滔天怒吼，投入战场之中。太可怕了！那界灵虽然只是兽灵界的界灵，但却全部都是半地境，个个都拥有毁天灭地之威能。至于司马火烈，他并没有使用结界之术，也没有使用武技，而是手持一把3尺清风为其所用。可就是这把简单的剑，却能够横扫斩虚空，数斩断苍穹，只凭借它便展现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力量。而这绝非一把简单的剑，是一件非常利奥德的极品王兵。而至于那第3人，则是一个披头散发、身穿黑衣之人。这人一头黑发凌乱不堪，遮盖脸颊，根本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一只白色的眼睛。没错，就是白色的眼睛，空空荡荡，没有眼珠，非常吓人。准确来说，那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的眼睛。不过最吓人的却并非是这个黑衣人的那只眼睛，而是他手中的那个葫芦。那是一个灰色的葫芦，刻满了黑色的纹路，眼下黑色纹路散发怪异光芒，如同无数条黑色的虫子围绕着葫芦爬动。而在此之间，有一道黑色的影子自那黑色的葫芦飞掠而出，那影子非常的恐怖，每一个都高大10几米高，尖牙利爪，通体黑色，但却有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那影子太多了，眨眼之间已达上万，并且还在急速扩大。而最主要的是，那黑色的影子不仅鬼哭狼嚎，似是鬼魂一般，更是拥有着半地境的力量，吞吐武力，舞动手抓，攻杀肆虐。而这样的影子怪物，皆是来自那黑色的葫芦。在那人的葫芦之下，哪怕是红魔长老和司马火烈，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时之间竟然陷入了劣势之中。不好！见到这一幕，楚风忍不住叹息一声：“楚风，怎么了？莫非你能看到外面发生了什么？”见状，魏长老与周全长老一同问道，而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投向了楚风，想要寻求答案。有一个人在与2位前辈交战。楚风说道：“果然是有人来捣乱了，真是找死，真是活该！他们只被利益熏心，却也不想想爷爷是谁，他们竟敢来此捣乱，真是不知死活。”司马颖一脸讽刺地说着，在他看来，那前来捣乱之人根本不可能是他爷爷的对手，已是必死无疑，很快就能看到他的尸体。不，那人很强，再加上2位长老布置那座阵法，激活90灵神图，已经消耗了极大的体能，无论是结界之力还是体内的武力，都极度缺乏。此时此刻，他们3人的战局乃是那人占据了上风。楚风说道：“不会吧？”这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面如死灰，吓得不轻。红魔长老与司马火烈是什么人？一个是青木山炼药部的主事人，另外一个更了不得，乃是界师联盟的当家界灵师之一。这2位，莫说在青木领域，就算放在整个五之圣土，那也不是平庸的小角色，而是有头有脸的1号人物。眼下竟然有人压制2位大人，这叫人们如何能不吃惊，如何能不害怕？假如那2位大人物出了3长2短，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何去何从？恐怕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可就在这时，这座岩洞突然剧烈的抖动了起来。这个抖动可不像先前那样轻微的震动了一下，而是那种天地摇晃的剧烈震动，并且这种震动一波接着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哪怕在这岩洞内的皆是修武高手，可是此刻也是有些难以站稳。事实上，这也就是他们若是修为低下者，单单是这种震动都足以将人震得粉身碎骨。怎么回事？楚风，快看看！这一刻，许多人都感到了不妙，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因为只有楚风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而事实上，楚风也不怠慢，早就目光一转，看向了外面，这才发现那如鬼怪一般的黑影正密密麻麻地围在岩洞之外，或是挥动手抓，或是口喷红光，正在拼命地攻击着岩洞。最主要的是，在他们那连绵不绝的攻击下，红魔长老布置的结界已是岌岌可危，面临随时瓦解的危险。长老，不好，他在攻击这座岩洞！眼见不妙，楚风赶忙提醒周全。听得楚风之话，魏长老意识到了危险，赶忙将目光看向了周全长老。收到。
魏长老虽然并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周全长老却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一刻，两位长老身形一转，分别站在了众人的两侧，随后同时布阵，很快便凝聚出一座守护阵法。这座守护阵法成功的将楚风等人封锁在了其中。不过两位当家长老却并没有将自己封锁在守护阵法之内，反而是意念一动，各自召唤出几十道戒灵，与他们一起将这座守护阵法团团包围，形成了守护的模样。他们的意图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要誓死保护楚风等人。岩洞之外传来的滔天轰鸣已然让人内心不安，再看两位当家长老那副作战准备的架势，更是让人为之胆寒。眼前的局势显而易见，他们已经陷入了危机，而这危机来得如此之快，几乎让所有人猝不及防，感到不知所措。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刺耳的轰鸣传来，这声巨响响起的同时，岩洞的四面八方开始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仔细一看，人们发现岩洞内的结界还未彻底瓦解，可是岩洞周围的墙壁已然尽是裂痕，无数道碎石开始滑落翻滚，这岩洞已经支撑不住了。紧随其后，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岩洞的石头彻底粉碎，化作漫天碎石。与此同时，那结界也是被其瓦解。而当结界消散，岩洞破碎之际，人们终于能够看清外面的一切。只不过此时此刻，他们已然无心观赏外面的情况，因为眼下无数道黑色的影子已是挥动着那尖利的爪子，闪烁着红光的眼睛，夹带着阵阵嘶吼，向他们扑杀而来。杀！这一刻，魏长老与周全长老也是杀气四射，二人分别祭奠出各自的王兵，释放出半地强者的气息，呈守护状态，将那黑影挡了下来。刹那之间，轰鸣四起，涟漪肆虐。身在守护结界之中的楚风等人已经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只能看到凶猛的能量涟漪，夹带着刺耳的咆哮，如同无形的猛兽一般，不断的向他们冲击。半地强者的交战非同小可，哪怕是楚风这种观察力极强的人，却不能完全看清他们的动作，只能感受到那毁灭性的威势在眼前爆发肆虐。此刻，结界之外的交战完全是另外一个级别。莫说楚风与白若尘他们这些小辈，就连炼药部的其他长老也只能坐以待毙，根本没有插手的资格。交出九灵神图，我就饶你不死！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阴沉而嘶哑的声音，这个声音那是来自那位手持葫芦的黑衣人，想要九灵神图。休想！司马火烈一口拒绝。与此同时，轰鸣阵阵，显然是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交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如此，就必须要让你付出一些代价了。突然，那黑衣人高举手中的葫芦，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黑影开始自葫芦之中爆射而出，向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扑杀而去。想让我们付出代价？就你这水平还不配！司马火烈怒喝一声，血红色的长发飘舞之间，他便化身为魔，手中的三尺清风左右开弓，每出一剑都有数道黑影被撕裂。至于红魔长老的阵法也是同样凶残，尽管他们二人属于被压制的状态，可是那黑影却也无法伤害到他们二人分毫。不过这一次却与先前不同，黑影实在太多了，多到他们杀不过来，密密麻麻的将他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司马火烈怒喝一声，手中的三尺清风抖了又抖，最终竟有一股红色气焰自其掌心溢出，最终蔓延整把王兵之剑。而这一次，当他再度挥动手中的王兵之剑之时，便有一道血红色的光芒自半空划过，那光刃不但能够斩杀黑色的影子，更是能够斩切虚空，将一方虚空斩得崩碎瓦解，漆黑一片。然而面对司马火烈这样凶残的反攻，那黑衣人不但没有丝毫的紧张，反而怪异一笑，随后只见其身形一纵，竟然消失不见。不好！这一刻，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皆是面容大变，随后身形一纵，便向楚风等人的方向飞掠而去。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不妙，原来那黑衣人释放这么多黑影，并非是要给予他们二人颜色，而是想用黑影暂时困住他们。那黑衣人的真正目的，乃是楚风等人发现事情不妙，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各自使出全力，想要去解救楚风等人。可是为时已晚，当他们发觉不对之际，那漫天的黑影却不给他们离开的机会，团团包围，他们杀都杀不干净。而就在这时，那黑衣人已经来到了楚风等人近前，休想伤害他们。眼见着黑衣人来袭，魏长老与周全长老的脸上也都浮现出了一抹决意，毅然决然地挡在了黑衣人的面前。虾兵蟹将也想阻我？可是只见那黑衣人大袖一挥，一股劲风便横扫而来。在这股劲风之下，不但魏长老与周全长老瞬息被吹得口吐鲜血，向远处暴射而去，就连那层守护结界也是瞬间爆裂开来，在一击之下击伤两位长老。又破开了守护结界之后，只见那黑衣人袖袍一甩，一只丑陋无比的手掌便伸了出来，手掌展开，顿时吸力涌动，司马颖如同一个无助的稻草人一般，轻飘飘的便落到了那黑衣人的掌心之上，被死死的抓住了衣襟。尽管司马颖再如何挣扎，却也根本没有逃脱之力，只能乖乖的待在其掌心之下。爷爷，救我！慌乱之际，司马颖将目光投向他的爷爷，大声求救。而听他这样一呼喊，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变得更加焦急，开始拼命的斩杀那围着他们的黑影。不过这一刻，那黑衣人反而倒不急了，他也不伤害楚风等人，也不伤害司马颖，就那样站在半空之上，一副看戏的模样。直到司马火烈与红魔长老将所有黑影斩杀殆尽之际，他才发出一阵怪笑，说道：“司马火烈，看你那狼狈的样子，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到底是什么人？”司马火烈眉头微皱，冷声问道：“他非常清楚，现在司马颖在对方手中，他已经陷入了被动。可是他非常想清楚，
对方究竟是谁，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吗？你用来破解九灵神图的阵法，可是我暗中给你的。黑衣人说道。什么？那阵法是你留的？听得此话，司马火烈大为吃惊。其实当时我用的手段很是粗糙，你若细心观察，便可发现那是有意布置的，而并非是九灵神留下的。不过可惜，你当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一心觉得那是九灵神留给你的。而时至今日，你终于用了这个阵法，若不是这阵法吸收了你太多的力量，我也不可能这么拥有夺得九灵神图的机会啊！话到此处，那黑衣人笑得越来越为阴险，至于司马火烈等人，脸色则是越来越难看。他们终于知道，原来那座能够破开九灵神图的阵法是一个陷阱。你到底是什么人？司马火烈目光闪烁，冷声问道。他越来越觉得对面这个黑衣人应该是一个熟悉的人。司马火烈，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竟然连我都不记得了。黑衣人狂笑之间，长发猛然向后一甩，便将他的那张脸完整的露了出来。看到这张脸，哪怕在座的长老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黑衣人的面容当真是丑陋无比。他的脸虽然五官皆在，但是皮肤却是一块又一块的黑炭，黑炭又尽是裂痕，裂痕之内皆是血肉。事实上，这样的他用丑陋形容已然不对，反而是恐怖更加准确。是你竟然没死！见到此人容颜，司马火烈面容大变，一抹浓郁的吃惊布满他那苍老的脸上。火烈，此人是谁？见状，红魔长老低声问道。但是此时此刻的司马火烈脸上的吃惊之色已经转变为了愤怒之容，并且他双拳紧握，竟然连身体都开始瑟瑟发抖，那个模样简直就像是怒火攻心，被气的身体都要炸开了一般。突然，司马火烈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震天之吼：“韩鹤来，你居然没死！”司马火烈这一声当真是响亮无比，直刺苍穹。先不说这声音多大，传出了多少里，单单是这个声音响起之际，便将那黑衣人身后的所有黑影都震成了粉碎，周围那狼藉的战场更是被摧残得一塌糊涂。竟然是他！而听得司马火烈的话后，红魔长老也是神情大变。这韩鹤来，红魔长老并不认识，不过关于他的事，司马火烈倒是曾与红魔长老详细的说过。这韩鹤来与司马火烈一样，原本都是界师联盟的当家界灵师，不过却为了一个藏宝图而杀害了界师联盟的上千人。这上千人中有900多位界师联盟的优秀小辈，有100多位界师联盟的成名人物，还有2位是界师联盟的当家界灵师。界师联盟虽同为9氏，但与其他8座势力不同，他们只要界灵师，并且只要精英界灵师，所以这上千名界灵师的死对界师联盟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使得界师联盟为之震动，出动数名强大的界灵师去追杀这韩鹤来。其中一位便是司马火烈。司马火烈成功找到了韩鹤来，并且将他斩杀。但是想不到这韩鹤来还存活在世，并且还来到了此处。韩鹤来，我要杀了你！突然之间，司马颖愤怒咆哮，本已平静下来的他竟然疯狂地挣扎起来，并且还挥舞着拳头向韩鹤来挥打而去。可是对于司马颖的乱锤乱打，韩鹤来却是面带微笑，丝毫不受影响，而是对司马火烈说道：“没错，我还活着，并且活得很好。不过我意外的是，哪怕我变成了这副模样，但你却也能认得出我。”韩鹤来怪异地笑道：“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司马火烈咬牙切齿地说道：“对，你当然认得出我这个模样，不就是你弄的吗？”话到此处，韩鹤来那本就可怕的脸上突然闪过一抹凶狠之色，随后手掌位置调转，竟然敢抓住了司马颖的那白皙的脖颈。脖颈被抓，司马颖顿时惨叫一声，脸色瞬息变得难看至极，仿佛下一刻他就将要死去一般。韩鹤来，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见状，司马火烈既惊慌又愤怒地呼喊起来：“司马火烈，我今日来此不为复仇，只为那九灵神图。把九灵神图交出来，我就将你的宝贝孙女还给你。如若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韩鹤来的嘴角掀起了诡异的弧度，但这样的弧度在他的脸上浮现，有的却只是恐怖。爷爷，不要把九灵神图给污啊！司马颖大声呼喊起来。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喉咙便再度被韩鹤来锁死，已然无法说话，有的只是痛苦的哽咽。韩鹤来，放了影儿，这九灵神图我给你。司马火烈将九灵神图拿了出来，他实在不忍他的孙女被害。很好，一手交人，一手交图，其他人不准轻举妄动。韩鹤来高喝一声，便踏空而行，一手举着司马颖，一手拿着黑色葫芦，一步一步地向司马火烈走去。而司马火烈则是手握九灵神图，缓缓地向韩鹤来行去。其实两者间的距离说长也长，但说短也短，以二人的实力汇聚到一处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是他们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就显得非常揪心。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们二人，所有人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二人聚到了一处，司马火烈很是谨慎，而那韩鹤来的嘴角则是一直挂着怪异的笑容，而他越是这样笑，便越是让人不安。把这丫头还给你。韩鹤来率先将司马颖递了出去，与此同时他也是将那抓住葫芦的手伸了出去，说道：“把九灵神图放在我这葫芦上。”颖儿见状，司马火烈赶忙将九灵神图放到了那葫芦上，与此同时另一只手也是赶忙抓住了司马颖。九灵神图到手，韩鹤来也是放开了司马颖，可是与此同时他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故意的弧度。只见他眼中寒芒一闪，那刚刚放开司马颖的掌心竟再度落在了司马颖的身体之上。刹那之间，只见一道鲜血四射之间，一道掌力已是贯穿了司马颖的胸口。这一掌不仅将司马颖的胸口轰穿，更是将他的五脏六腑统统粉碎，就连丹田也不例外。颖儿，
见到这样一幕，司马火烈顿时傻眼了，双手赶紧抱住司马颖，紧紧地抱着，不敢再松。但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却是异常冰冷，简直比妖兽还要可怕，恶狠狠地看向了韩鹤来。但韩鹤来却一点也不怕司马火烈，而是笑眯眯地说道：“司马火烈，你这辈子注定孤独一世，你的3个儿子是我杀的，你的2个儿媳妇也是我杀的，如今你这孙女也被我杀，这都是天意。我韩鹤来注定就是你司马火烈的克星。”说完这句话，韩鹤来身形一转，化作一道黑光，向远处飞遁而去。